据人民日报海外网援引美联社的消息称，在海地总统遭乱枪打死，全国进入戒严状态后，事情背后的真相也正慢慢浮出水面。美联社目前已确认，该群嫌疑犯中有2名是海地裔美国人，其中还有1人曾被加拿大驻海地太子港大使馆聘为保镖。所以，此次袭击最大的疑点就是，虽然美媒现在承认了嫌犯确实有美国公民，但目前仍然无法确定这个团伙到底跟美国有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据了解，在事发当时，有目击者目睹了海地总统遭到袭击的整个过程。发动袭击的人似乎是操着美国口音，并且还拿着扩音器用英语说：“美国缉毒局正在行动，请大家蹲下来。”除此之外，天空中还飞翔着无人机，看上去确实像是美国官方进行的活动。但转念一想，美国貌似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毕竟，作为当前海地最大的援助国，完全可以在下一届就换掉当前的总统，而不是弄出一场人尽皆知的刺杀。所以也不能直接就说是美国指使的，过于肯定的话，那就属于造谣行为了。如果美国在后续打着维护盟友稳定局势的旗号军事入侵海地的话，那可就说不准到底是不是美国干的了。要知道，这可是有先例的。早在1915年，当时海地总统萨姆遇刺后，美国派出海军陆战队入侵海地，占领长达20年。而后在1994年的时候，美国军队再次打着消灭武装分子的旗号入侵海地，直接就推翻当时妄图发动政变的军政府。而在2004年，在美国支持下上台的阿里斯蒂德政府再次遭到政变，这一次被流亡国外的阿里斯蒂德怒斥美国，称美国就是当时海地动乱不断的罪魁祸首。那么现如今海地总统遇刺，美国是否会再次派出军队，就是一件非常值得玩味的事情了。有趣的是，在莫伊兹遇刺后，拜登迅速发表了一项声明，他表示对此感到震惊和悲伤，并强烈谴责这一让人发指的事件。美国将提供援助，帮助海地实现安全。然而，在10年前，他还说过，如果海地安静地沉入加勒比海，或者上升了300英尺，那又关美国什么事呢？对于拜登的这2句话，相信他个人更倾向于后者。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在不久以前，海地民众还在游行示威，并且高呼我们应该变得更美好，但是不要美国的帮助，应该学习海地的邻居，只有跟着中国才能富有。据了解，海地民众们这里所说的邻居应该是多米尼加，该国在中国的援建下，目前的人均 GDP 是海地的10倍。目前，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已经通过苏伊士运河抵达红海。据悉，该航母会在中东巡航一段时间以后，前往西太平洋。此前，英国军舰遭到俄罗斯军方轰炸机开火警告以后，英国方面为了给约翰逊政府挽回一点脸面，声称英国军舰之所以会闯入黑海，是在为英国航母战斗群闯入中国领海提前做准备。结果，该起事件过去不久，英国航母便对外宣称，即将进入西太平洋是没被俄罗斯军方打怕吗？值得一提的是，传言英国相关网站在日前刊登了前驻北约最高指挥官斯塔夫里迪斯撰写的文章。这位指挥官表示，英国仍然是目前世界上排名第2的海军强国，拥有2艘配备数十架 F-35B 战斗机的航母。他认为，英国海军根本不需要怕中俄2国的海军，应该继续在中俄12海里领海内实施航行自由的权利。且不说该消息是不是真的，敢叫嚣入侵中国12海里，英国无异于作死。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此次海外部署，说白了就是一支杂牌舰队，向美国海军陆战队借了10架 F-35B 战斗机不说，还向美国、荷兰各自借了1艘驱逐舰和护卫舰，连舰队都是拼凑来的。斯塔夫里迪斯是哪里来的勇气，声称英国是世界第2的海军强国？英国早已经不是以前的日不落帝国，现在的英国海军实力完全无法支撑约翰逊政府全球英国的野心。至于为什么该国还是如此嚣张，或许与美国有关。英国先是借着叫板中国获得美国的认可，登上美国的战车，随后英国试图借着美国在国际上刷存在感。可倘若英国知道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估计就不会像如今这般猖狂。被称作亚洲沙皇的美国白宫高官库尔特·坎贝尔近日在一场活动上发声，明确表示美国与中国可以和平共存，同时指出美国不支持台独立，从挑衅变成低头。外界纷纷疑惑，美国是不是吃错药了？这样说起来，是中国近期展开的包括军事、外交以及政治上的一系列举动，让拜登政府开始感到害怕。美国深知，若继续与中国对抗，火最终会烧到自己身上。东方巨龙已经被激怒，如果不和平共处，下场必定非常惨烈。
也正因如此，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在近期悄然发生巨变，英国却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继续叫板中国。等该国反应过来，美国早已在关键时刻反水。所谓玩火必自焚，此举给了英国一记警告的同时，也让该国再次认识到什么叫自取其辱。一个西方巨人向东方巨人都低头了，英国这样一个侏儒，怎么可能是中国的对手呢？随着中美之间的博弈越发激烈，对中国开战的想法便一直在美国各级官员以及相关机构中挥之不去。例如，近期美日两国就以台海危机为前提，在中国南海、东海进行兵棋推演。在当前国际局势紧张、中美关系越发恶化的情况下，外界本以为这是美国最为大胆且危险的举动了。殊不知，伴随着美国国防部的一则计划被美媒曝光后，直接让整个东亚局势充斥着火药味。据悉，五角大楼正在悄悄制定2030年台海作战计划。这份计划有一个设想前提，就是在中国不再被美国的武力所威慑时，美国将会插手台海局势，与中国进行一场规模可控的常规战争，来遏制中国的发展趋势。简单点来说，美国方面这是在向中国释放美军不怕在中国周边打一场可控的常规战争的危险信号。毫不夸张地说，这意味着美国已经正式将与中国兵戎相见列入考虑范畴了。在明知道台海问题触及中国的核心利益，我国坚决不允许任何国家、任何人破坏我们的国家统一，阻挠我们的统一进程的情况下，美国还制定这份荒谬的计划，无论是不是出于对自己战无不胜的盲目自信，这都是在作死。台海作为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一旦误判，必定是致命的。再者，想来美国及台当局都已经注意到，中美双方的力量对比在发生变化。此前，五角大楼用人工智能、电脑先后进行了18次中美在台海地区爆发战争的推演。结果美军次次失败。随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在一场参议院国防听证会上表示，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是美国承担不起的。由此可见，美国深知如今的自己根本不可能在与中国的全面战争中获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希望与中国打一场规模可控的战争，或许也只是想在获得一点可能存在的战术胜利后立即收手，以威慑中国。当然，不可否认，美国是超级大国，但即便如此，还是奉劝该国不要试图在台海问题挑事，否则一旦踩了中国红线，必定会付出代价。届时遭殃的就不仅仅是美军了，还有岛内无辜的民众。在台地区跟中国打一场可控的战争，变相来说，美军岂不要将该地区变成火葬场？不得不说，美国这是有多丧心病狂。抛开美国在这场战争中获胜的可能性不说，岛内最担心的情况很可能出现。倘若战争真的在台地区爆发，台当局必定成为中美博弈的牺牲品，战火也必定袭击岛内所有人。这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或许只是提前了统一的进程，但对于台当局来说，这无异于是致命的。最近，美军快速从阿富汗撤军，随着塔利班大举进攻政府军，势如破竹包围进攻阿富汗大城市，导致阿富汗国内局势愈发混乱。而匆忙撤离的美军败走阿富汗之际，却开始给中国挖大坑。近日，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报道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国军方已经完成了对拜登总统承诺的阿富汗撤军计划的 90%， 已经正式将7个前美军基地移交给阿富汗安全部队，其中包括美军在阿富汗军事行动主要中心巴拉格姆空军基地，而且是在夜间断电后悄悄不辞而别撤出了这个最大的军事基地。直到2小时后，阿富汗军方才知道美军早已撤走了。对此，一名阿富汗高官愤怒批评，当初不请自来，如今撤离都没有跟阿富汗打招呼。而美军狼狈逃窜、丢盔弃甲的样子也饱受争议。相对于上次被库尔德人砸跑的狼狈，显然美军这次吸取了教训。而随着美军大撤退，塔利班仅在过去6天内就已经控制了该国 10% 的领土，大多数位于关键地区。对此，捍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比尔·罗焦推测，阿富汗存在彻底崩溃风险，阿富汗安全部队在各地不做任何抵抗的投降。美国情报官员也预测，阿富汗政府可能最快在6个月内垮台。而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准备拖中国下水。近日，美国欧亚评论网站刊文称，阿富汗的唯一出路是建成通往中国的路，与中国重新连接，振兴阿富汗经济。就是因为没有一条通往中国的路，否则如今阿富汗的政治和军事局势会截然不同。既然中国在基建领域世界领先，必然也能轻松打通双方贸易和过境的一条路。很显然，他们又在甩锅了。美国才是阿富汗一切混乱的祸源，美国炸完竟有脸让中国收拾烂摊子。近日，法新社记者提问，中方是否担心塔利班重新掌权？这个问题就是个陷阱，应该担心的是美国。
对此，我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美国虽已撤军，但仍有责任驻阿维稳防乱、和平重建。美方是阿富汗问题的始作俑者，不能甩锅卸责，一走了之。中方一向不干涉他国内政，而美国又当又立推卸责任，一个同胞都不能少。中国已快速完成阿富汗撤侨任务。美军在阿富汗耕耘20年，却最终屈辱败走，这也让另一个议题开始火热：美国会输给中国吗？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杰出研究员马凯硕指出，只要中国致力改善民众生活，那么世界各国会继续和中国合作。美国想升级地缘政治斗争，孤立中国，只会自己被孤立，到时候答案显而易见。